嗨，嗨，再继续聊聊跟业力有关的问题。业力上次有讲过，其实它是跟我们的信念、想法以及我们的情绪，然后产生的一个作用力。那但是这个作用力呢，其实它不是在刚刚你提到这3点都不是在行为上面。所以很多人想说，哦，我做了什么坏事，然后得到一个什么坏的结果；做了好事，得到好的结果。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作用在行为层面，它是在精神层面，而且是在最原始的出发点上。我们的出发点到底是好的，还是坏的，还是你在当时在使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发出这个意念？那个就是最原始的事情，然后会作用于最原始的一个意念上面。你最原始的意念它带有什么能量，然后你回来的到时候回馈回来的这些情境，就会是带着那样子频率的能量，去显化出来一个实相。那也就是说，凡事是看出发点，不是看行为。那就有人说，今天如果我杀人，然后却带着一个善良的想法，那到底是做了恶业还是善业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它是恶业还是善业？这个好像有什么案例啊？就例如说什么？有一个坏人，闯进校园，然后他带着枪，要射杀现场所有学生、老师这样。然后这时候警卫就跳出来，拿不知道什么武器，拿身上刚好有棒球棍，然后往他身上，跟棒球棍好像也杀不了人。那假设杀得了，往他头用力的打下去，还是会伤及性命。那所以就是说，这个警卫，然后他是因为要保护现场所有的学生，然后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他的出发点纯粹就是以看到学生有危险，然后就奋不顾身去做这件事。那如果是他的出发点，他的念头是这样子，他其实是做了一件好事，就算他把那个对方杀了，他出发点是善的，他回来就是一个好的，因为他当时的频率能量是在保护大家、爱护大家，那他以后就回馈一个保护跟爱护的情境回来。所以就是很简单，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显化什么，而不是他做了那件事是什么。他当时可能就把那个坏人杀了。那我们知道，杀人一定是一个恶业，其实不是。当你出发点完全是在保护人、爱护人，基于爱去出发的时候，那回馈回来的绝对是好的，就是一个善业。但是要100%纯粹是要救人哦。这个会在很细微的层面上面运作，就有点像，比如说我基于保护了这些人，然后我去杀那个坏人，但是在杀他之后，我心里面有仇恨感，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坏了，罪大恶极，该死，我一定要杀死他，不杀死他我实在是太讨厌了。那你如果有这种心态他回来的不见得是好的他一定是有一些坏的。虽然你有一些爱护大家的成分，那搞不好你在要杀他的当时，你反而是投出去的是仇恨。然后是一些怨恨，是一些讨厌等等的能量。那其实回来会有很多负面的情境回来，所以这个会造了恶业。所以它会在很细微的层面上去发生。不是说我们去做这件事，保护大家，然后去杀一个坏人就是好事，不是。是你每一个念头你出发的时候，到底那个念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？这个在很细微的层面上运作，所以自己要看得很清楚，我们每分每秒投射出来的念到底是什么。而不是那个很表面的行为，行为其实都没有关系。就像之前好像讨论吃素的问题。吃素最近就是我们不是之前有拍一个灵修一定要吃素吗的影片？对呀。然后就会有一些人说，什么你是不是在帮吃肉找借口啊？什么超度啊？什么素食者就会说吃肉本身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，你怎么可以吃肉？怎么可以呢？然后就说这一定不好啊，这一定不好，这一定有业啊。那你怎么看呢？这个一样跟刚刚我们讲的是同一回事。就是所有事情不是作用在行为上，而是它出发的念。其实今天如果你看到一株植物，它就你就觉得它长得很丑、很讨厌，然后你就拿刀把它砍了，把它切下来，然后并且去把它煮来吃了。那你说这是吃素啊？这是没有恶业啊，吃素啊？这是恶业。我告诉大家为什么？因为你投射出去的念是讨厌、怨恨，然后一种怨念，你并不是投射出一种善念，你是看他实在很讨厌，所以把他砍了。那
不管它是，其实不管它是什么，它是植物还是动物还是任何东西，你投射出去的念，它本身就是一种仇恨。仇恨怎么可能回馈回来显化出来的是善的，是好的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跟吃素没有绝对的关系。但是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些方法，比如说念咒可以超度。那在这边也要告诫大家一下，不要拿这个咒语去作为吃肉满足自己口腹之欲，然后去杀生的一个理由，这一个借口，那这样也是不行的。你投射出去只是为了自己口腹之欲，然后你看着那只鱼还是什么，然后被杀死，你明明知道它很痛苦，然后你说没差了，我超度就好了，哎。反正你的想法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然后去让对方痛苦，然后又用一个超度作为借口，让自己觉得也没差，这样其实没有用的。你那个超度同样会给你回馈恶业回来。为什么？你只是满足自己去杀害对方。一切都是出发点。一切都是出发点。出发点是很细微的东西。刚刚是说你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理由，口腹之欲或者什么，那你带着杀害对方，你看到对方你知道对方会痛苦的情况下，你去做那件事情。那你投射出去的就是你可以给出痛苦，给出痛苦回来就是会得到痛苦。那再举一个例好了，那有一个小岛上面有20个原住民好了，那他们这20个原住民都饥路洋洋，饥肠辘辘，饥肠辘辘，饥肠辘辘，快要饿死了，都岛上都没东西吃了。这时候啊，海上飘来一个外人，那其中一个原住民他看这其他20个原住民快饿死了，所以呢，他就牺牲自己，明知道这么做不好，但是为了那20个人，背负所有恶业，背负杀人的罪，然后把那个外人给杀了，然后给那20个人填饱肚子。那这有，他为什么不杀自己20个人其中的人，要杀那个外人？就因为有感情啊，就自己人嘛。所以这个出发点就会很细微。这看起来是一个没有恶业的状态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自己吃就有问题了。自己吃就有问题。因为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，然后去杀害，那的确会有问题的。那一定有恶业。但是他纯粹是为了救人，为了帮助人而去做这件事。他的出发点其实所有事情是运作在出发点上，就是他出发点是帮助人、救人。那帮助人、救人就是一件好事，回来的一定是好的结果。所以帮助人跟救人，他没有想到那么多。所以，但是他在杀害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觉得说，反正外人就是该死，只要让我自己我们的族人满足就好了。他有没有带着这样的念？这个念还是有恶业的，就是一切是运作在他最原始的出发点上。如果他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只是为了救人，然后去帮助人，然后去做出一个行为，那回来其实他就是一个善的。今天如果他杀了这个人自己不吃，然后给20个族人吃，这个感觉起来就是一个善良的行为。但是他如果杀了也为了也给自己吃，这个行为本身一定会有恶业。因为他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情况下去杀害对方。那其他吃的人呢？那20个人呢？他们会有业吗？会啊，只是这个业会比较小。他出发点很单纯，我只是为了生存，这样的一个念，它本身并不带有善恶在里面。但是我还是知道说我吃了一个被杀害的人，然后对方也是痛苦的，他会有这种有怜悯之心什么的，他会觉得我不吃我就死了。但是我看到他这样痛苦，其实我也蛮难过的。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他会有一点点的恶业。但是如果他完全没有这种怜悯之心，然后只想说他痛苦没关系，我只要不死就好了。他这样的想法还是会带着一些恶业。因为是以自私的一个满足私欲的原因去给出痛苦。那既然你这么说，不就代表说只要吃肉就一定有恶业吗？没有那种吃肉但是不会有恶业的。有，当然会有啊。有，那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我吃肉但我不会有恶业。刚刚说了，一切都在最细微的出发点的源头。可以举个例吗？如果我纯粹只是想着，我是要超度他，我让他能够到达更好的地方，这辈子结束能够去其他更好的地方，反正他一定会死。那他如果不被我吃，他同样也会被别人吃。那但是遇到我的想法很单纯，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去更好的地方，出发点完全是希望他能够到更好的地方。那基于这样的念头
去做这样的行为，回来的就会有善业，而不是恶业。很单纯哦，很单纯，很细微，很细微。你要知道自己出发点是什么，骗不了自己。其实不是说什么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们的念头不能想坏的，不是什么三尺有神明，而是你骗不过自己的意识显化实相这个机制。你投射出去什么，你回来就会有什么。所以你骗不了这个机制啊！你就算可以骗进所有人，连自己都骗了，但是你没办法去骗这个机制。你投射出去什么，回来就是什么，非常精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投射的念头，我们要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。补充一点漏掉的疑问，就是那这时候有人就会问说，那我也可以不吃它，然后帮它超度啊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吃它才能帮它超度呢？就是你光吃它这个动作，就是满足口腹之欲啊。你可以不吃，然后又超度它，为什么又一定要吃？为什么一定要吃肉？就是完全是两个事情，第一个是超度，第二个是吃。业是发生在出发点上面而产生作用，就是你去超度的时候，纯粹只是你的出发点，只是为了要超度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吃与不吃，你都是超度它，跟吃不吃没有关系。吃不吃只是另外一个事情，这是两个事情。第一个你是超度它，你超度它的时候，你的出发点是什么？纯粹你只是超度它嘛。另外一个是你吃它的时候，纯粹你只是吃食物，只是这样。你吃食物并没有任何的想法，就是吃食物而已。你的出发点就是要吃饱，就是要吃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超度，这两者完全是可以分开的，而且是不相干的。两者都具有同样的不同的业产生。第一个是超度，你就是做了一件超度的事情，然后你吃东西就是做了一件吃东西的事情，就是这么单纯而已，不用把它想得很复杂。但是我知道那是被杀死的肉啊，我知道我吃的是肉啊。你觉得那是被杀死的肉，然后你的出发点觉得说啊很残忍，然后不应该吃它，那你就不要吃它，就是非常单纯的，一切都是在你的出发点上面。你的出发点只是吃东西，那就是吃东西；你的出发点是基于你觉得慈悲，那就基于慈悲，就不要吃。你不要想说啊，我到底要不要吃啊？它是一个动物，然后我不应该吃它。你这样想，你就不要吃它。就是一切都是出发点上面没有什么一点点偏移都不会有的。那你说不吃就是慈悲，那不就是吃的都不慈悲？我对它没有怜悯，我没有对它有怜悯之心，所以我才会吃它。吃食物为什么需要怜悯之心呢？我吃一块面包为什么需要怜悯之心？今天是因为你认为了这个是一个是动物，然后并且想到什么杀不杀的这个问题，所以才会有另外一层的东西跑出来。所以非常单纯，只是吃食物。它不管是什么，它是面包也好，蔬菜也好，萝卜也好，然后甚至肉也好，它就是食物。非常单纯的，你的出发点只是吃食物，但是今天你已经想到了别的，那个业就会在别的系统里面运作了，这个自己要非常清楚。那你这样说，那未来扬升的地球不就吃动物的肉也没差，反正只是吃食物？未来扬升的地球就不会有人为了他经济上的需要而去杀这些食物，所以没有人杀，自然就没有人卖，它也没有人吃，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循环。而不是说吃东西吃什么就会有很大的分别，吃食物就是吃食物啊，而是在未来扬升的地球就不会有人想法上是因为我钱的需要、经济上的需求，为了这个目的，然后而去杀害动物，然后卖给别人，没有这个行为产生，那自然就不会有这种，对啊，所以大家不用去批判、去对立。对啊，未来地球扬升，自然就没有人会卖肉品了。我们在吃肉也是，我们在吃肉的时候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对啊，小我很会骗自己啊。小我最会骗的就是骗尽所有人，也骗了自己。对啊，就是应该不会有人听到说哦，原来这样子你就可以勇敢大胆吃肉了，就是也不会有业，想着可以帮他超度，那我就狂吃肉就好了，只要帮他超度就业就不会有业了。没有，要看你的出发点，不是看你的行为，是出发点，所以还是要保持觉察，时时关照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。那如果你不管那什么业才不管，我就是要吃肉，那也是个人灵魂的自由选择啦。可以啊，其实，在游戏里面没有限制，就是我们投射出去回来什么。如果你投射一个坏的念头出去，回来坏的结果，你并不 care， 你不会觉得，当这个东西回到身上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不开心或不舒服或痛苦。反正你知道说，我做的一切就会有某个后果回到我身上，那这个后果也是我愿意承担的，我也不在乎。那你做什么都可以啊，其实没有限制。现在问题只是，我们其实会很在乎一些从外境回来的结果。那
这些结果我们就审视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些结果？那我们当初投射出去的到底是什么，会产生这些不愿意面对的结果？那我们就以后就要改变这种投射出去的念头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以后应该种什么因，那会回来什么果。我们就照着自己开心的因去种嘛，然后就回来开心的果，我们就活得很愉快啊，就照着我们想要的生活。这个就是显化。那就有人会说啊，但是我们就是要扬升啊，就是要让地球扬升，就是不该吃肉啊，扬升的地球怎么会吃肉？那要以身作则啊，为什么要吃肉？如果你自己都吃肉，然后不以身作则，那地球怎么扬升？大家都吃肉，怎么扬升呢？就是要提倡扬升，提倡吃素才对啊。一切都是在出发点上。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叫做扬升？扬升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爱地球，爱所有的人，然后给出光明，这个就是扬升。其实它非常的单纯，没有这么多问题，不是行为上我们要怎样怎样。我们就算我们想说啊，要提倡什么不该什么，然后不该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就无形中就对另外一些人，然后产生了排斥啊，产生了仇视啊等等？那我丢出仇视，丢出仇恨，丢出排斥，丢出怨恨，难道回来的是会是扬升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扬升不是在这样的基础下建立的吗？扬升是在爱与光明的基础下建立，而不是排他性。这不是大家知道的所谓的负面存有最想看到的结果嘛？就是战争啦、冲突啦、对立啦，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些排他性回来的绝对不是一个善念。就像其实很多不管是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排他性啊，然后素食主义与荤食主义的排他性啊，然后等等啊，甚至是双性恋与同性恋的排他性啊，地球就是太多排他性。对啊，真的不缺想要扬升的人。也跟着排他，没错，我们就是因为被分裂成很多不同的族群，然后去勾起这种彼此的怨恨，然后用这个来让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扬升。这本来就是一个，有某一些人非常乐意见到的结果，就是把大家限制在无法扬升的状态。如果我们为了扬升这件事还去产生这种对立排他性的话，那根本就是中了对方的计，而没有办法扬升，就变成表面上说扬升，我要扬升，让地球扬升，大家要扬升啊。如果太执着或是太排斥的话，就会变成地球要扬升啊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扬升？为什么不做好？为什么不以身作则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就是跟那些负面存有是一样的，你就是负面存有，你就是负面存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讲的好像太严重了一点。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这么讲但是口中说扬升，却又批评他人或者是排斥他人，这样能量上来说，其实并不是扬升的能量，这样也是一种负能量，对不对？没错啊。对啊，你给出去的能量就已经是负面的，怎么又是扬升呢？如果你想要扬升的话，应该是要提升你自身的频率，扬升的能量。什么是扬升的能量？就是没有二元对立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二元对立。我们给出的是爱、关怀、光明，这个就是扬升了。如果我们给出的，不管你针对的是阴谋集团，或是你认为非素食者等等，你给出的一些是排他性、怨恨或者抱怨或者仇视等等这些能量，你给出去的东西绝对就不是扬升，就是这么单纯。在扬升的这种爱与光明下，是一种包容接纳的一种包容接纳，没错，不会去产生仇恨的，也不会产生排他性跟仇视。对啊，这个就是非常基本的。所以一切我们的业是建立在出发点上，最细微的出发点上，在这个点上面，每个人对于每个人的念头都要看顾的非常的好，你才能够完全掌握你的生命。有时候我们外境回来，我们遇到的事情，它就是在反映给你看你内在有什么信念，它是告诉你你之前内在有什么信念。我今天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或什么，然后你就明白说啊，原来我带着这样的信念，这面镜子回馈给我是这样的一个景象。所以当我遇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审视到啊，我内在有什么信念。每一个我们的遭遇都是一面镜子，在告诉我们内在有什么信念，曾经投射出什么信念。所以每分每秒我们都可以让自己更扬升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方式，就是我们借由外境，然后看到我们的内在的信念，然后我们去修正内在的信念，然后来提升了自己，然后并且让自己更快乐。那就大家就知道如何去改善自己的外境。我们就要在最细微的念头上面、出发点上面去关照好，就是这样。这集就讲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